2026年7月20日，这个日子最近在日本的灵异圈与占星圈里被反复提起。传闻中，就在这一天前后，会有一群来自星空之外的存在，向全人类传递一段讯息。而这段讯息的核心，据说不是战争，不是科技，不是哪个国家的兴衰，而是2个字：生命。一段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讯息，究竟会是什么？为什么偏偏选在这个时间点？又为什么就在同一段时间里，远在地球另一端的占星家却看到了一幅与东方古老预言遥遥呼应的画面？他们说，那位千百年来被无数人苦苦等待的救世圣人，和传说中的紫微星竟然可能根本不是同一个人，而这2股力量交汇的时刻，将会亲手终结那个盘踞东方大地的共产红潮。这听起来太离奇了，可当我们把线索一条一条摊开，你会发现，这背后的拼图竟然严丝合缝的令人发毛。让我们先把镜头拉到日本，提出这段预言的是一位身份相当特别的人物。他不是江湖术士，不是摆摊算命的先生，而是一位受过最严格科学训练的物理学家。他的名字叫宝江邦夫。如果我们去翻他的履历，会发现这份履历漂亮的几乎不像一个会谈论外星人的人。他1951年出生，毕业于日本东北大学的天文学科，之后又在京都大学与名古屋大学拿到了理学博士，曾经在瑞士的日内瓦大学担任讲师，也当过企业研究所的研究员，后来成为大学教授。在学术上，他被视为日本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汤川秀树所开创的素领域理论的继承者之一，甚至还推导出一条以他姓氏命名的方程式，在理论物理的圈子里享有相当的名声。换句话说，这是一个真正懂得用数学去描述宇宙的人，一个习惯了怀疑与验证的人。可就是这样一个人，到了人生的后半段，却越来越频繁地谈论一些主流科学避之唯恐不及的话题。他公开谈论过自己与宇宙存在的接触经验，谈论过某种高于人类的智慧如何影响着我们这个世界。他不是用神棍那种含糊其辞的方式在讲，而是试图用一个物理学家的脑袋去理解这些超越物理的现象。也正因为如此，当宝江邦夫开口谈论预言时，许多原本不信这一套的人也会忍不住停下来多听2句。毕竟，一个花了一辈子研究宇宙规律的人，为什么会在晚年把毕生的名声都压在这些无法被仪器证明的事情上？他到底看见了什么？又或者，他到底被谁看见了？是什么样的经历能让一个用方程式思考的脑袋转身去相信星空之外有人正在凝视着我们？事实上，宝江邦夫所描述的那些经历远比一般人想象的要更加惊人。他曾经谈到自己接触到的并不只是冷冰冰的外星文明，而是某种充满慈爱的更高层次的存在。在他的叙述里，这些存在并没有带着征服或威胁的意图，反而像是守护者一般默默地关注着人类的成长。他甚至把这种体验与某种神圣的力量联系在了一起。对一个毕生钻研物理的人来说，要承认这些超越科学的经历需要莫大的勇气，因为这几乎等于把自己半生建立起来的学术声望置于众人的嘲笑之下。可他还是说了，或许正是因为他太清楚科学的边界在哪里，他才更明白，在那条边界之外，还有着一整片我们尚未踏足的广阔天地。当一个最该怀疑的人选择了相信，这份相信本身就格外有分量。说到宝江邦夫，就不能不提一段不久前发生的往事。2025年的夏天，日本曾经被一个日期搞得人心惶惶，那就是2025年7月5日，一位漫画家在多年前画下的预知梦，预言那一天日本南方海域会发生一场毁灭性的大地震与海啸。当时整个社会议论纷纷，甚至有不少海外旅客因此取消了赴日的行程，连航班与旅宿都受到了波及。而宝江邦夫正是在那段时间跳出来，说了一番让所有人脊背发凉的话。他声称自己从美国方面的内部人士那里收到了2条极具说服力的非公开讯息，内容竟然与漫画里的梦境惊人的吻合，连灾难发生的精确时间凌晨4点18分都对得上。他甚至推测这场灾难可能根本不是单纯的地震，而是某种人类能够提前预测的天文事件，
例如小行星或彗星碎片撞击地球，因为他很清楚，人类想要在2年之内精确预测到分秒不差的灾难，几乎只有这一种可能。后来我们都知道了，2025年7月5日那天，并没有发生那场被预言的大灾难，日子平静地过去了。有人松了一口气，也有人因此嘲笑这些预言不过是集体的恐慌想象。但有趣的是，宝江邦夫本人从头到尾都很坦白，他一再强调自己拿到的讯息都是不完整的碎片，他只是把这些碎片拼凑起来，做出了一个推论。他从没有打包票说灾难一定会来。也正是这种态度，让他和那些信誓旦旦骗钱的神棍区别了开来。灾难没来当然是好事，可是一个更深的问题却留了下来。如果连他这样一个严谨的科学家都会被某些看不见的讯息所牵引，那么这个世界是不是真的存在着某种我们尚未理解的沟通管道？而这个管道的另一端又是谁在说话？而这一次2026年7月20日的预言正是循着同样的脉络浮现出来的。传闻中这段讯息与过往那些以灾难为主轴的预言很不一样，它不再强调某地会地震，某城会被海啸吞没，而是把焦点放在了一件更宏大也更贴近每个人灵魂深处的事情上。据说这群来自星空的存在想要告诉人类的是关于生命本质的真相。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在这个浩瀚的宇宙里究竟扮演着什么角色？以及在接下来这段被无数预言家共同指向的关键时期，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到底该如何选择？它不是来吓唬我们的，它更像是来提醒我们的。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熟悉？如果我们把视野再放宽一点，就会发现宝江邦夫所代表的这种日本式的宇宙讯息传递其实有着悠久的传统。在日本，这类声称与星空对话的人并不少见，他们有的是灵能者，有的是科学家，有的干脆自称是宇宙的接收器。他们传递的讯息往往不约而同地围绕着同一个主题，那就是人类意识的觉醒与提升。在这些说法里，地球正在经历一次巨大的转变，一种频率的跃升，而我们这些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也将跟着被推着往前走。那些讯息一再告诉我们，不要害怕，眼前的混乱与崩塌不是世界的终点，而是一次蜕变的阵痛。就像毛毛虫在化蛹的那一刻，看起来像是死亡，实际上却是破茧成蝶的开始。这种宇宙讯息的世界观，其实在许多流传已久的接触者记录里早有描绘。有些说法甚至大胆地宣称，今天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并不全是地球的原生种，有相当一部分人的灵魂其实来自宇宙的其他角落，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扮演着唤醒地球的角色。在这些叙述里，那些来自星空的存在反复传递的从来不是毁灭的恐吓，而是一种频率的调整，一种爱与觉醒的呼唤。他们告诉我们，宇宙比我们想象的要广阔得多，生命的形式也比我们以为的要多元得多，而地球正站在一道门槛前，即将跨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如果把这套世界观和宝江邦夫那段2026年7月20日的预言放在一起看，你会发现他们讲的根本就是同一件事，那就是人类要醒了。那么如果这段讯息真的会在2026年7月20日降临，它具体会说些什么呢？根据这类接触者记录一贯的脉络，我们或许可以拼凑出一个大致的轮廓。它很可能会告诉我们，人类并不孤单，在这片浩瀚的宇宙里，生命无处不在，而我们从来都不是被遗忘的孤儿。它也可能会告诉我们，死亡并不是终点，我们所执着的这具肉身只是灵魂在这一程旅途中暂时的容器，真正的我们是一段不会熄灭的意识，是一束可以跨越次元的光。它甚至可能会直接点破，我们之所以会在这个时间点降生在地球，并不是偶然，而是因为我们选择了要亲眼见证并亲身参与这场宏大的转变。这些话听起来玄之又玄，可如果你曾经接触过那些濒死又重生的人所留下的描述，你会发现他们从鬼门关前带回来的感悟，竟然和这段传说中的外星讯息惊人的相似，仿佛无论是穿越生死的人，还是来自星空的存在，最终想要告诉我们的都是同一句话：爱比恐惧更强大，生命
比我们以为的更辽阔。问题是，为什么是7月20日？为什么这群存在偏偏挑中这个日子，要把如此重要的讯息交到人类手上？这就要说到天上的星象了。在占星的角度看来，2026年的整个夏天本身就是一段极不平静的时期。木星、太阳、月亮这些天体在特定的星座里聚集排列，形成了一连串被占星家视为触发点的格局。我们频道的老朋友，那位被誉为当代诺查丹马斯的英国预言家帕克，就曾经明确地画出了一条危险的时间线。他把2026年从4月中旬一直延伸到11月中旬的这段漫长时间，整个都标记为高度敏感的危险周期，认为在这段期间，无论是天上的灾变，还是人间的动荡，都更容易被引爆。他甚至特别点出了8月12日那个新月之夜，当木星、太阳与月亮一同聚集在巨蟹座的时候，会是一个必须格外小心的触发点。而7月下旬正好就落在这个危险周期的核心地带，紧挨着那个被反复强调的能量节点。如果真有某种更高的智慧，想要在人类最需要指引的时刻送来一盏灯，那么选在这样一个能量翻涌的时间，似乎也就说得通了。而说到7月20日这个日子本身，还藏着一层让人忍不住起鸡皮疙瘩的巧合。翻开人类的历史，7月20日正是当年人类第一次把脚印踩上另一个星球的日子。1969年的这一天，2名太空人乘坐的登月舱第一次降落在月球那片荒凉的表面，人类仰望了数十万年的那轮明月，第一次有了我们自己的足迹。那是人类向着星空迈出的第一步，是我们这个物种第一次真正的离开了摇篮。如今几十年过去了，传说中星空之外的存在竟然挑中了同样的这一天，要向人类传递讯息。当年是我们走向星空，如今是星空走向我们。这一去一来之间，相隔了大半个世纪，却仿佛在冥冥之中画出了一个完整的圆。这究竟只是一个美丽的巧合，还是某种刻意的安排？没有人说得清。但这个日子无疑因此而多了一层厚重的象征意义。说到帕克，他对2026年的预言可远不止这些。他在多年前写的一本谈论宇宙讯息的著作里，就曾预言未来会出现一团巨大的气体云，威胁整个国家，并引发全球的惊恐。而这个预言后来竟与印度那古老的纳迪叶占卜对上了。在那些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叶片预言中，出现了一个神秘的地名，而帕克推论，这个地名指的正是日本的古称。也就是说，他认为这团致命的气体云将会从日本周边的海底火山喷发出来，从东北方向飘散，影响范围甚至可能波及俄罗斯。你看，又是日本，又是2026年。一边是物理学家宝江邦夫从日本传出的星空讯息，一边是英国预言家帕克指向日本的灾变警告。这两条线索竟然在同一片土地、同一个年份上悄悄地交叠在了一起。更耐人寻味的是，2026年关于外星接触的预言，并不是只有日本这一家在讲。我们把目光转向那位早已过世多年，却依然牵动全球神经的保加利亚盲眼预言家。他生前的预言，从戴安娜王妃之死到那场震惊世界的911恐怖攻击，再到后来席卷全球的瘟疫，似乎总能一一应验。因此他的每一句话都被无数人奉为圭臬。而在他留下的预言中，就有一条明确指向2026年。据他的追随者转述，他曾预言人类将在这一年迎来与外星智慧生命的正式接触，届时会有一艘巨大的太空船进入地球的大气层。不仅如此，他对2026年的预言还涵盖了台海的战火、第3次世界大战的阴影，以及人工智慧对人类的反噬。他甚至预言，这一年地球将面临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天灾，受灾的范围可能涵盖全球7%到8%的陆地。虽然他描述的外星接触时间点，更多人解读为这一年的下半年，与7月20日不完全重合，但那个大方向却惊人的一致，都指向2026年。都指向人类与星空之间那道即将被打开的门。而就在现实世界里，一些看似巧合的事件也在为这些预言添柴加火。美国的太空总署据说一直在追踪一颗来自太阳系之外的星际天体，这颗神秘的访客将在这一年掠过地球附近，为那些关于外星飞船的预言
平添了几分难以言说的神秘色彩。与此同时，美国方面还公开了一大批尘封已久的不明飞行物档案，据说多达400多宗个案，涵盖了过去数十年间军方、航太机构乃至情报单位的记录。其中一些内容读起来确实让人不寒而栗。档案显示，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曾是全球目击量的高峰，而举报者当中竟然有许多是顶尖的机师与原子能科学家。更惊人的是，一份年代久远的内部备忘录记载，多名具有高度公信力的目击者曾亲眼看见不明物体降落，并走出了身形矮小、身穿类似太空衣与头盔的未知生物。这些档案的释出被许多人视为一种征兆，仿佛在说那个被隐藏了大半个世纪的真相正在一点一点地浮上台面。如果这些都是真的，那么一个来自星空的讯息在2026年降临人间，是不是也就没那么不可思议了？其实2026年这个年份本身就被太多的预言压得沉甸甸的，象征着人类距离自我毁灭还有多远的那座著名的末日钟已经被拨到了史上最接近午夜的位置，只剩下短短的几十秒。而早在大半个世纪以前，就有一位物理学家在权威的科学期刊上发表过一个惊人的推算，他根据人口的增长曲线预言人类文明可能会在2026年的11月走向某种终点。如今这个被尘封了几十年的数字，随着年份的真正到来又被人们重新翻了出来。把这些零零碎碎的预言摆在一起，你会发现它们指向的几乎都是同一段时间。盲眼预言家说的外星接触在这一年，物理学家宝江邦夫说的星空讯息在这一年，英国预言家帕克说的灾变周期在这一年，东方图谶暗示的政权崩塌也在这一年。当这么多原本毫不相干的声音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不约而同地指向同一个年份的时候，你很难不去想，这背后到底是纯粹的巧合，还是真的有某种我们看不见的潮水正在悄悄地汇聚。好，讲到这里，我们的故事其实才走了一半，因为这位日本物理学家的外星讯息虽然震撼，却只是这个谜题的其中一块拼图。真正让无数华人听得心头发颤的是，与此同时，占星家们在2026年的星盘里看见了一个与我们中华文明最古老的预言紧紧缠绕在一起的画面，而这个画面的主角正是那位被等待了上千年的人物，就是圣人。要说清楚这件事，我们得先回到一本书，一本让无数帝王将相又爱又怕的奇书《推背图》。相传这是唐朝的两位高人袁天罡与李淳风所作，用一项一项的图画配上谶语与宋诗，把往后1000多年的历史大事一一藏在了字里行间。历朝历代这本书都被列为禁书，因为它实在太准了，准到让掌权者寝食难安。从唐朝武则天的称帝到安史之乱，从满清的入关到近代的种种风云，许多研究者都认为早已被他一一言中。而在这本书里，有一项被无数人认为预言的正是那位将要在末世现身，带领苍生走出黑暗的圣人，这就是第47项。第47项的谶语只有短短16个字：言武修文，紫微星明，匹夫有责，一言为君。宋诗则说：吴王吴地定乾坤，来自田间第一人，好把旧书多读到，一言一出见英明。光是这几句话就足够让人反复咀嚼。我们一句一句来拆。紫微星在中国古老的星象学里，指的是北方天空中那颗最尊贵的帝星，也就是北极星，象征着至高无上的帝王之德。在指南针还没有发明的年代，航行于茫茫大海上的人们正是靠着仰望这颗星来辨别方向。可偏偏紧接着紫微星明的却是匹夫有责，吴王吴地，来自田间。这是什么意思啊？意思是这位拥有帝王之德的圣人自己却不是什么皇帝，不是什么王侯，而是一个出身于民间的普通人，一个你我身边都可能擦肩而过的寻常百姓，一个没有皇冠却有着帝王般德行的人。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矛盾，也是一个极大的玄机。那么这位田间出身的圣人最厉害的本事是什么？宋诗给了答案：言武修文，好把旧书多读到，一言一出见英明。言武修文这4个字
出自更古老的典籍，讲的是停止征战，提倡文教。当年周武王推翻暴政之后，便下令放下兵戈，把打仗时征用的牛马都放归田野，转而以文化教化人心。所以这4个字放在这里，透露出2层意思。第一，这位圣人很可能是在结束了一场暴政之后才登场的。第二，他不靠武力，不靠杀伐，而是靠着传统的道德与智慧重新唤醒人心。而那句好把旧书多读道理的旧书，许多人解读为指的正是被现代人遗忘已久的传统文化与古老智慧。圣人要做的就是把这些被丢弃的珍宝重新捡起来，交还给世人。一言为君，一言一出见英明，说的是他不需要靠权势服人，只需要说出真正合乎道义的话，世人便会心悦诚服。而关于这位圣人的特质，可远远不止推背图这一处记载。在另一项，也就是第44项里，推背图又写道：中国而今有圣人，虽非豪杰也周成，四夷崇义称天子，否极泰来九国春。这几句说的是这位圣人会把中国从至暗的时刻带向一个欣欣向荣的春天，连四方的异族都会前来归附。诸葛亮所留下的马前课里也有一句极为关键的描述：整患救难，是为圣人。意思是这位圣人将会在人类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毁灭性大灾难之时挺身而出，拯救世人。马前课还形容他无名无德，光耀中华。这里的无名无德并不是贬义，而是出自《道德经》的智慧，形容他超脱凡俗，谦卑无争。在民间广为流传的佛家寓言《武功经》里，也提到了一位叫做明王的圣人，并且留下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欲知圣人出世处，海上寻波去。这句话暗示着这位圣人显现于世的地方，竟然是在万里之遥的海外。把这些零散的线索拼起来，一个圣人的轮廓便渐渐清晰了。他来自民间，他在大灾难中救人，他以传统道德教化人心，而他现身的地方很可能在海外。千百年来，几乎所有解读推背图的人都默认了一件事，那就是这位紫薇圣人和预言中那位终结乱世的明君是同一个人，一个文武双全、仁德兼备的完美圣王，既能扫平天下的黑暗，又能教化万民的心灵。这个形象太动人了，动人到我们从来没有去怀疑过他。然而最近这一波占星家的解读却投下了一颗震撼弹。他们说，根据2026年前后星象所揭示的轨迹，那位救世的圣人和那颗代表地星的紫微星恐怕并不是同一个人。终结旧秩序的力量是一股，重建新文明的力量是另一股。这2股力量会在同一个时代交汇，却分别由不同的人来承担。一个负责破，一个负责立，一个负责结束那无边的黑暗，一个负责点亮那久违的黎明。这个说法乍听之下有点离经叛道，可一旦你顺着这个思路往下想，许多原本纠缠不清的预言竟然一下子就理顺了。我们不妨回到推背图本身，紧挨在那向紫薇圣人之前的是第46项，而第46项讲的偏偏就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权力崩塌。它的谶语是：暗暗阴霾，杀不用刀，万人不死，一人难逃。宋诗则说，有一军人身带弓，只言我是白头翁，东边门里伏金剑，勇士后门入地宫。这项的画面感极强，暗暗阴霾是一片阴沉压抑的氛围，杀不用刀是不见血光却致命的斗争，万人不死，一人难逃，意思是大多数人都安然无恙，唯独那个站在权力顶端的人逃无可逃。而最关键的线索藏在那句有一军人身带弓里，一个带着弓的军人将从后门悄悄潜入帝王的宫殿。这个带弓的人到底是谁？千百年来，无数人试图破解这个字谜。有人说，公家上长不就是一个张字吗？会不会是一位姓张的军人？也有人说，东边门里伏金剑，东方在古老的地支里对应的是卯，而剑指的是刀，把卯、金、刀这3个字合在一起，正好是繁体的刘字。会不会是一位姓刘的身边人？而在最近这几年，这个古老的谜语竟然以一种让人脊背发凉的方式与现实世界产生了共振。
就在2026年的1月，一条消息震动了整个关注中国局势的圈子。中国军方的第2号人物，那位身居中央军委高位的上将，据传突然遭到调查与抓捕，连同他的妻子与儿子一起被带走。据说连办公室里的一张纸都没有留下，而他的姓氏里恰好就藏着一个公字。消息一出，网络上立刻炸开了锅，无数人翻出了推背图第46项，把那句有义军人身带弓反复的比对。难道那个传说中要从后门潜入终结这一切的带弓之人真的出现了吗？事实上，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更早之前，掌管各类飞弹的火箭军就曾经历过一场血腥的大清洗，而火箭军的箭同样让人联想到那张致命的弓。一个又一个名字里带着弓的高官接连倒下，整个权力高层弥漫着一股暗暗阴霾的肃杀之气。这幅景象与第46项的谶语重叠得令人不寒而栗，而这幅景象背后还藏着一个更深的讽刺。外界普遍相信那位高坐权力顶端的人本身就对推背图这类古老预言深信不疑。事实上，从那位建立红色政权的开国者开始，这条线上的掌权者骨子里大多都是极度迷信的人。传闻那位开国者当年组建自己的贴身警卫部队，番号的由来便是听信了一位世外高人的指点。而如今这位掌权者据说也一直在寻找那个身带弓的人，于是名字里带弓的、带剑的，一个接一个的被他亲手铲除。他甚至为了躲避传说中的血光之灾，行踪变得极为诡秘，出门总是搭乘专机。有一次出访归来，飞机竟然不直飞首都，而是悄悄选在偏远的边疆落地。据说自他上台以来，已经躲过了大大小小不下10次的暗杀，这几乎成了一个公开的秘密。可历史上这样的故事我们见的还少吗？越是害怕命运，就越是叛命想要掌控命运，而越是想要掌控，往往就越是亲手把自己推向了那个早已写好的结局。如果第46项真的正在应验，那么一个盘踞东方大地的庞大政权，它的崩塌或许已经进入了倒数计时。当然，关于那个身带弓的白头翁，还有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解读。有人认为，这个带弓的人未必是那个政权内部的军人，而可能是一位来自外邦的领袖。你看，那位重新入主白宫的美国领导人，出身于军校，一生怀有强烈的爱国军人情怀，如今已是年近80的白头老者，恰好就是一个白头翁的形象。更巧的是，把一人带弓这3个字合在一起，正好是一个夷字，暗指的正是与那个政权相对立的外邦之人。如果是这种解读，那么终结那个红色政权的，就未必只是一场内部的政变，而可能是一股来自外部与内部里应外合的合力。但无论是哪一种解读，所有的箭头最终都指向了同一个结局，那就是那个建立在谎言与恐惧之上的旧秩序气数将尽。也许有人会说，这不过是把几句模棱两可的古诗硬套在现实的新闻上罢了。这样的质疑当然有它的道理，可问题在于，《推背图》这本书过去确实留下了太多让人无法轻易解释的记录。它曾经精准地暗示过一位女皇的登基，暗示过一个王朝在烽火中的覆灭，也暗示过一支来自关外的铁骑如何反客为主。1次2次或许可以说是巧合，可当这样的吻合一再的出现，当那位高坐权力顶端的人自己都因为害怕应验而寝食难安的时候，我们还能完全把它当成无稽之谈吗？更何况，在所有这些预言的字里行间，其实都藏着一个共同的暗示，那就是一个违背天理、与神为敌，把无数百姓推向苦难的政权，终究逃不过他应有的结局。这不是哪一个人的诅咒，而是古往今来无数预言所共同指向的那句老话：善恶到头终有报，天道好还，从来不会缺席。而把这幅东方的政治图景与我们一开始讲的星空讯息接上的，是另外几位在2026年同样声名大噪的西方预言家。他们不约而同地把预言的箭头对准了同一个方向。其中一位是美国的牧师，他因为提前精准地预言了某些重大事件的细节而爆红。据说连一场震惊世界的暗杀事件的细节，他都提前说中了。当他谈到2026年的中国时，描述了一幅令人毛骨悚然的画面。他说，
他在异象中看见那条东方巨龙的龙头正在断裂。他特别强调，这不是缓慢的衰落，而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崩溃，一场猝不及防的权力真空，并且还会伴随着严重的粮食短缺与金融风暴。他甚至给出了一个让人心惊的时间范围，认为这场突发性的崩塌就发生在2026年的开端。另一位则是我们的老朋友帕克，他对2026年中国的预言更加直白。他预言中国将会发生一场由内部发动的带有军事性质的政变。他认为这一年中国的军队内部会爆发激烈的对抗，而这场对抗最终将导致共产体制在中国的彻底终结。除此之外，还有那位同样为大家所熟知的印度预言家阿南德，他也把2026年标记为一个充满巨大变数的高风险年份。你看，东方的古老图谶，西方的灵视异象，印度的占星推算，三条原本毫不相干的线索，竟然在2026年这一个点上交织成了同一幅画面。一个带着弓的终结者，一场由内而外的巨变，一条正在断裂的龙头。这三股力量似乎正在合力把那个盘踞了数十年的共产红潮推向它命运的尽头。现在，让我们把所有的线索都摆到桌面上，重新拼一次这幅拼图。如果占星家所说的两人说是对的，那么这幅图景就清晰了。第一股力量是终结，它对应的是推背图第46象那位身带弓的军人，是那场由内部引爆的巨变，是龙头的断裂与旧秩序的崩塌。这股力量负责的是把那个压在无数人头上的旧时代彻底的翻篇。它可能来自军中，可能来自高层的内斗，也可能借助某种来自外部的压力，但它的使命只有一个，就是让那个盘踞已久的共产红潮走到它的尽头。这股力量是刚猛的，是凌厉的，它对应的是破，是结束。而第二股力量才是真正的紫薇圣人，它对应的是第46象之后的第47象，是演武修文，是好把旧书多读到。当旧的秩序在血与火中崩塌之后，总得有人来收拾这片废墟，总得有人来重建人心。这位圣人不是靠刀剑登场的，而是在乱世落幕之后，从田间，从民众之中缓缓走出。他带来的不是又一场征伐，而是被遗忘已久的道德与智慧。他要做的是把那些在动荡中迷失的人心重新安顿下来，是把中华文明那条几乎要被斩断的文化根脉重新接续起来。终结者掀翻旧桌，圣人铺开新局，两个人，两种使命，却共同完成了那句吴王无地定乾坤。这股力量是温柔的，是绵长的，它对应的是力，是开始。有意思的是，这种一破一立，两位救世者同时降临的格局，竟然不只出现在东方的预言里，在遥远的西方，那些古老的天主教预言中也流传着惊人相似的说法。许多预言家都提到，在世界最黑暗的时刻，会有两位重要的人物一同出现，一位是有着天使般纯净心灵的教宗，另一位则是一位伟大的君王。这位君王将与神的敌人作战，并最终战胜他们，为这个世界带来久违的和平。你看，一位负责心灵的指引，一位负责现实的征战，这不正和东方预言里那位演武修文的紫薇圣人与那位身带弓的终结者遥相呼应吗？东方与西方这两套原本各自独立的预言体系，隔着千山万水，却在2026年这个节点上讲出了结构几乎一模一样的故事。这究竟是人类面对末世时共有的集体想象，还是不同的文明从不同的窗口瞥见了同一个未来的轮廓？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许多预言中那些看似矛盾的细节也就有了解释。为什么有的预言说这位圣人来自海外，来自万里之遥的他乡？因为在那个旧政权还没倒下的岁月里，真正守护着传统文化的人许多都流落在这片土地之外。为什么有的预言把圣人描述得温文尔雅，不喜征战，可另一些预言里终结暴政的力量却又如此刚猛凌厉？因为那本来就是两股不同的力量，一刚一柔，一破一立，我们却一直误以为他们是同一个人的两张面孔。为什么民间关于圣人的种种传说，有的说他姓李，是木子，有的说他属兔，甚至有的说他身上带着某种特殊的印记？因为这些传说
本来就在描述那位重建文明的紫薇圣人，而不是那位终结旧朝的代工之人。当我们终于愿意把这两股力量分开来看，那幅关于2026年的预言地图才第一次完整地展现在我们眼前。那么，这两位被预言反复提及的人物究竟可能是谁呢？关于这个问题，民间早已议论了许多年，各种猜测层出不穷。先说那位申代公的终结者，在大多数的解读里，他更像是一位来自体制内部的关键人物，因为要终结一个盘踞了数十年、根基极深的庞大政权，仅凭外部的力量几乎是不可能的。真正能撼动他的，往往是来自他内部最核心圈子的裂变。所以有人猜测，这个人可能是军中的某位高层，手握重兵，在关键时刻倒戈一击，让整座大厦从内部轰然倒塌。也有人把目光投向海外，认为终结旧朝的契机会来自某种强大外部力量的推动。而另一位重建人心的紫薇圣人，画风则完全不同。预言里的他往往没有显赫的地位，甚至出身田间，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平凡人。他的力量不在于武力，而在于道德与智慧，在于他能重新唤起一整个民族对传统与善良的记忆。有人说他姓李，是木子，有人说他属兔，有人说他流落海外多年。这些零碎的线索拼凑在一起，描绘出的是一位谦逊、低调，却拥有巨大精神感召力的引路人，一位在台前掀翻旧局，一位在幕后重塑人心。这样的组合是不是反而比单独一个无所不能的圣人更贴近真实的历史逻辑呢？也许正因为一个人实在太难同时扮演摧毁者与重建者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角色，古老的预言才会在冥冥之中把这份重担分给了两个人。说到这里，可能有朋友会问，那么那位日本物理学家的外星讯息又和这场东方的巨变有什么关系呢？这正是这整个故事最动人的地方。在许多预言体系的深处，其实都藏着一个共同的信念，那就是人间的兴衰与天上的安排从来都不是两回事。那位英国预言家帕克在描述2026年种种灾变的同时，也反复强调，这一切并不是为了毁灭，而是伴随着一场伟大的觉醒。他说，有一种高于世间一切权力与灾难的灵性能量正在守护着人类。灾难的真正目的并不是要把世界推向灭亡，而是要把沉睡已久的人类意识狠狠地摇醒。他甚至说，人类在本质上都是光之生命，集体的祈祷与正向的意识真的能够减轻灾难的冲击。你发现了吗？这和那位日本物理学家所传递的外星讯息讲的其实是同一件事。一边是星空的存在告诉我们要觉醒，要记起自己生命的本质，一边是古老的图谶告诉我们，那个建立在无神论与谎言之上的最后一个庞大政权即将走向终结，而一位以道德和传统重新唤醒人心的圣人即将登场。一边谈的是个人灵魂的提升，一边谈的是文明秩序的更替，可他们指向的分明是同一个转折点。当一个否定神明、否定善恶，把无数人困在恐惧与谎言中的体系开始崩塌，这本身难道不就是人类集体意识的一次大觉醒吗？星空的讯息与大地的巨变看似毫不相干，实则一体两面，它们共同指向的是一个旧时代的落幕与一个新时代的诞生。所以2026年7月20日那段所谓关乎生命的讯息，或许根本不是要告诉我们某个具体的灾难会在哪里发生，它要告诉我们的可能是一件更根本的事。他在提醒我们，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天翻地覆，无论强权如何不可一世，真正能决定我们命运的从来不是恐惧，而是我们内心的选择。是选择继续沉睡随波逐流，还是选择醒来认清善恶，守住自己心里那一点良知与光亮。在所有这些预言的最深处，反复出现的关键词其实都是同一个选择。从远古的传说到今天的星空讯息，那些更高的智慧似乎一直在用各种方式提醒我们，未来不是被某个人写死的剧本，而是由我们每一个人的选择，一笔一笔共同书写出来的。当然，讲到这里，我们也得回过头来给自己泼一盆冷静的水。这些预言无论是来自日本的物理学家，还是来自西方的灵媒，又或者是来自1000年前的推背图，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无法被科学仪器所证明。2025年7月5日的那场大灾难最终并没有发生。如果我们站在2026年年中，回头去对照那些圣人现身的时间表，会发现之前被许多人寄予厚望的某些年份，同样安静地过去了，并没有出现传说中所说的种种异象。那颗代表地星的星辰也没有像传言中那样消失9天再放射金光。预言这种东西从来都不是100%的命中注定，它更像是无数种可能性当中的某一种，把它当成茶余饭后的奇谈来探索，去感受古人对天地的敬畏，去思考人类面对未知时的恐惧与勇气，这很有意思。可如果把它当成不可动摇的事实，甚至因此而恐慌焦虑，那就反而落入了另一种迷障。毕竟再准的预言也比不上我们脚踏实地过好眼前的每一天。不过话说回来，预言真正的价值或许从来就不在于它是否精准应验，而在于它逼着我们去思考一些平日里不愿面对的问题。它让我们抬起头，望向那片我们早已习惯性忽略的星空，重新问自己，我们究竟是谁？我们在这个浩瀚的宇宙里到底意味着什么？它也让我们把目光投向脚下这片正在悄悄改变的大地，去看清那些被权力与谎言所掩盖的真相。从这个意义上讲，2026年7月20日那段传说中的讯息，无论最后是否真的会降临，它都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因为它让无数人重新开始思考生命这2个字的重量。它让我们在被资讯洪流淹没的日子里难得的停下来，认真的想一想，我们到底为什么活着，又该如何活着？说了这么多，对于我们生活在这座岛上的人来说，这一切恐怕并不只是遥远的奇谈。在那些关于2026年的种种预言里，台海这个名字被一次又一次的提起。那位盲眼的保加利亚老婆婆据说早就预示过，亚洲的这片海域将会成为全球瞩目的风暴中心。海峡对岸那个庞大政权的每一次动荡，每一次风吹草动，其实都牵动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神经。如果那些预言所说的崩塌与更替当真会发生，那么离这场巨变最近的，恰恰就是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所以当我们在谈论那位申代公的终结者，谈论那位重建人心的紫薇圣人时，我们谈论的又何尝不是我们自己的未来呢？我们究竟会是这场历史巨变的旁观者，还是会被卷入其中，成为亲眼见证一个旧时代落幕的那一代人？没有人能给出确定的答案，但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在这样一个风起云涌的年份里，保持一分清醒，远比盲目的恐惧或盲目的乐观都来得重要。2026年注定是不平静的一年，星空之外，据说有一段讯息正在路上。东方大地之上，一个延续了数十年的庞大红色政权正被无数预言不约而同地指向它的黄昏。一位申代公的终结者，一位来自田间的紫薇圣人，他们会不会真的如预言所说，在这个时代相继登场，一个掀翻旧局，一个重建人心？那段关乎生命的讯息，又会不会真的在7月20日，以某种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叩响每一个人的心门？这些问题，没有人能给出确定的答案。我们能做的，或许就是在这个被无数预言环绕的特殊年份里，多一分清醒，多一分善念，守好自己心里的那盏灯。因为到头来，能在乱世中真正护住我们的，从来不是哪一个圣人，也不是哪一艘飞船，而是我们自己没有泯灭的良知。其实仔细想想，这么多来自不同国度、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的预言，一位日本的物理学家，一位保加利亚的盲眼婆婆，一位英国的灵媒，还有那一卷1000多年前的推背图，他们彼此之间从未通过气，却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聚焦在了2026年这同一个节点上。这本身就是一件足够耐人寻味的事。我们当然可以说，这只是巧合，是人类在面对未知时共有的某种焦虑投射。可换一个角度想，当这么多独立的声音从世界的四面八方同时响起，讲述着结构如此相似的故事时，我们是不是也该停下来，认真地听一听，他们究竟想提醒我们什么？也许那段所谓来自星空的讯息，那2位即将登场的圣人，真正的意义，并不在于他们是否会分毫不差的应验，而在于他们共同指向的那个方向：觉醒、善良、
还有对这个世界重新燃起的希望。想一想，我们这一代人何其有幸，又何其特殊。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里，绝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活在平淡无奇的岁月当中，看不到时代真正的转折。可我们不一样，我们亲眼见证着科技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狂奔，见证着那些尘封的秘密被一页一页地揭开，见证着一个延续了数十年的庞大政权在无数预言的注视下走向它的黄昏。如果那些预言哪怕只有1分是真的，那么我们所站立的这个时间点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关键的几个路口之一。我们不只是旁观者，我们是这场大戏的演员。我们此刻的每一个念头，每一个选择，都在悄悄地为这个时代投下自己的一票。所以与其去焦虑那段讯息会不会来，那位圣人会不会现身，不如把目光收回到自己身上，问一问，当这个旧的时代真的落幕时，我希望自己是站在哪一边的人。为什么有一位灵媒会为整个人类未来哭泣了1周？他究竟看到了什么可怕的未来场景，让这位获奖灵媒泪流不止？这背后牵涉到一个令人脊背发凉的预言：未来将出现一次对人类的大筛选，无数灵魂可能将错失即将来临的黄金时代。这听起来像科幻小说的情节，但我们将深入探讨这个预言的来源、内容，以及现实中出现的蛛丝马迹。首先介绍一下这位灵媒，他名叫朱莉·普尔，是英国一位备受尊敬的灵媒兼催眠治疗师。朱莉自幼就展现出特别的灵异天赋，而这一切的开端源于她童年时期的一次濒死经历。还是孩童的朱莉不幸卷入了一场可怕的事故，在医学上被宣告心跳呼吸全无，整整死亡了3天。就在灵魂脱离身体的那段时间里，朱莉的意识进入了一种异常祥和的境界。她来到了一个仿佛天堂般的地方，在那里她遇见了一个散发圣洁光芒的神秘生命体。那存在温柔地对年幼的朱莉说，我想让你知道我是你的朋友，我会一直支持你，随时可以和我联系，没有任何恐惧，只有安详与慰藉。随后那光体把她送回人世，但临别前透露，你的时间还没到。这次奇异的经历开启了朱莉通往灵性世界的大门，从此她的生活多了一层看不见的守护，也为她日后成为灵媒打下基础。尽管得到天使般的安慰，回到尘世的朱莉依然要面对现实人生的重重苦难。她的成长历程充满艰辛，童年和青少年时期遭遇了种种痛苦与折磨，甚至包括被他人虐待。这些经历让她一度对生活感到绝望。在21岁那年，饱受创伤的朱莉选择服药自尽，试图结束生命。然而她的灵魂再度离开了身体，展开了第2次濒死之旅。这回她的灵魂来到了一个更高层次的空间，宛如真正的天堂。在那里，朱莉游历了3天之久，期间遇见了许多天使与守护灵的存在。她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与解脱，仿佛回到了真正的家。但当朱莉告诉那些天使自己想要留在那里时，天使们却微笑着摇头，温和而坚定地告诉她，不，你现在还不能留下，你的使命还未完成。接着天使们向朱莉揭示了一个关于她自己的惊人秘密，为什么她这一生遭受那么多磨难与痛楚。原来朱莉的灵魂在来到世间之前，就自愿选择将3世的痛苦浓缩在今生承受。换言之，她要在短短一生中学习和经历其他灵魂可能要3次转世才会遇到的苦难。天使坦言，这将是极其艰难的课题，甚至连他们当初都警告过她，这种挑战对人类而言近乎难以承受。然而年轻的朱莉毅然选择了这条艰辛之路，为的是灵魂的成长与任务的完成。但21岁的她终究被苦难压垮，一度试图结束生命。天使们告诉朱莉，现在还不是你的死期，你注定可以活到67岁。虽然前半生充满痛楚，但在往后的岁月里，你将找到极大的安详，而且能帮助许多人。这番话深深印在朱莉的心中，天使等于是在说，请她带着这份使命回到人间，完成灵魂的课题。就这样，朱莉第2次从生死边缘被拉回阳世，苏醒之后，她对人生有了全新的领悟。原来自己历经苦难，正是为了将来能够疗愈他人，引领更多迷途的灵魂。她逐渐走出阴影，
开始潜心研习灵性疗法，成为一名专业的催眠治疗师和灵媒顾问。尽管命运给了他沉重的考验，但也赋予了他异于常人的洞察力和同理心。或许正因为走过地狱般的痛楚，朱莉比谁都更珍惜生命，怜悯众生，也更渴望寻找人类苦难的解答。多年来，她以自己的灵性能力帮助了无数陷入困境的人。然而，她心中一直隐隐觉得自己肩负着更大的使命尚未完成，那就是向世人传达一个重大讯息。终于，这个使命在近期浮出了水面。在2024年，朱莉参与了一个名为《死后的世界》（Life After Life NDE） 的节目，分享了自己的濒死体验。然而，令人震惊的是，在讲述个人经历之外，朱莉还抛出了一个关乎整个人类未来的预言。她透露了一个天使告诉她的重要讯息：人类即将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这不是神话传说，而是一个真实可能到来的未来时期。而且，天使们还给出了清晰的时间表，从2012年至2032年，这20年间是黄金时代的开启阶段，人类集体将逐渐觉醒，而真正的黄金时代将在2032年之后正式来临。各位可能对黄金时代这个词感到好奇，到底怎样的时代才能被称为黄金时代？根据朱莉的描述，那将是一个文明升华的年代。在那个时期，人类社会中长久以来的错误、虚假和腐败都将消失殆尽。我们过去100多年里，人对人所犯下的残忍暴行都将被揭露和清算，简直像是末日审判来临时的大揭秘。天使形容那将是人类算账的日子，所有被隐藏的丑闻黑暗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一切不公不义将得到清理。听起来，这仿佛是圣经、宗教预言中才会出现的场景。但朱莉强调，黄金时代并非世界末日的毁灭，反而是痛苦过后的重生，是一个光明的新纪元。然而，光明之前往往是黑暗最深的时刻。天使也让朱莉看到了通往黄金时代前人类必须经历的一段巨变期，这正是让她痛哭流涕的未来景象。在黄金时代降临之前，这个世界将迎来一场前所未有的大筛选。所谓大筛选，可以理解为对整体人类的一次巨大考验与淘汰，就像考试前夕的筛选或汰弱留强。在这场过程中，无数的灵魂可能无法通过考验，最终错失进入黄金时代的机会。换言之，并非每个现在活着的人都能成功跨越这段动荡。看到黄金时代的黎明，朱莉当时亲眼目睹了这种惨烈的未来图景，许多人在动荡中倒下、消失，仿佛整个人类在经历一场痛苦的蜕变。有太多的灵魂最终没能迎来新纪元的光辉，而是被困在黑暗或被淘汰出局。正是这幅场景让他难过不已。据说，朱莉在这次遇见未来之后，悲伤的足足哭泣了1个星期，为人类的命运而心碎。大家可能会问，究竟是什么样的灾难或变故，要让这位见多识广的灵媒崩溃至此？朱莉并没有描绘所有细节，但从她的只言片语中，我们可以拼凑出未来10年那段大动荡时期的轮廓。她提到，2012年之后，人类开始陆续觉醒，这其实与许多人的亲身感受不谋而合。回想一下，从2012年开始，我们的世界确实进入了一个剧烈变化的节奏。科技爆炸性发展，社会思潮迅速更迭，许多人开始对精神层面产生兴趣，冥想、灵性觉醒这类话题变得大众化。同时，随着网际网络和智慧手机的普及，各种深藏的真相和黑暗面逐渐浮出水面。可以说，这10多年来，人类集体意识正在慢慢苏醒。虽然过程充满阵痛，朱莉的天使朋友们告诉她，现在我们感受到的种种混乱与撕裂，其实只是序幕而已。真正的大戏，或者说大搅动即将登场。根据朱莉的预言，从现在起直到2032年这几年，将是人类经历大搅动、大清洗的阶段。在这段期间，世界可能会陷入前所未见的混乱与巨变。值得注意的是，另一位来自印度的顶尖灵媒尼基杜塔最近也提出了几乎相同的时间表。尼基同样是一位备受瞩目的灵性人士，他天生具有通灵和遥视能力，甚至曾受邀协助警方调查悬案。尼基公开警告说，有关2026年至2032年的各种预言，现在听到的有80%都是错的，
这句话耐人寻味。他的意思是，许多耸人听闻的世界末日预测其实并不准确，人们不需要恐慌于那些玄乎的预言。然而，这并不代表未来风平浪静，相反，真正的真相也许更颠覆我们的想象。妮基透露，在2032年左右，一个崭新的纪元将会开启，但在此之前，世界必须经历一场大扫除。他强调，这不是世界末日的毁灭，而是一场旨在提升全人类意识的全球清洗，目的是为了至高的良善。妮基进一步解释说，真正的提升总要伴随剧烈的震动，我们已经无法再停留在旧有的三维世界版本里了，听懂了吗？所谓三维版本，其实指的就是我们当前这种以物质和自我为中心的文明状态。如果人类要向更高意识演化，就势必要经历震撼和动荡，把不适应更高频率的人事物通通淘汰掉。妮基与朱莉的观点如出一辙，未来几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期，我们现有的制度、价值乃至环境都将被剧烈的摇晃，一切虚假的、腐败的、落后的东西，要么被揭露清理，要么在震荡中自行瓦解。那么，这场大扫除或大筛选究竟会以何种形式展开呢？朱莉和妮基都没有明说具体事件，但我们可以推测几种可能性，而且正在发生的现实已经给出了一些线索。首先，很可能会出现更多的天灾人祸。过去几年，我们已经见识到一系列令人不安的事件，全球性的疫情、大规模的战争阴云、极端气候频传、经济秩序动荡。2020年的全球大流行病让整个世界按下了暂停键，数百万人因此离世，经济与社会受到冲击。接着地缘政治紧张升级，战争与冲突的威胁从未消退。而在自然方面，剧烈的气候异常和灾害成为新常态，超强飓风、野火、洪水、干旱不断刷新纪录，地震和火山活动也有增加趋势。科学家警告说，如果人类不改变轨迹，地球正迈向第6次生物大灭绝，那意味着大量的生命将从地表抹去。想想看，这是否正吻合了大筛选的意象？大自然本身或许会成为筛选的手段之一。如果我们继续破坏环境，执迷不悟，环境崩溃带来的灾变将毫不留情地淘汰掉许多不敬畏自然的灵魂。诚然，天灾无情，但或许这也是地球母亲的进化过程。在剧烈的气候灾难中存活下来的人们，势必更懂得与自然和谐共处，为黄金时代树立正确的生活之道。除了自然灾害，人祸与社会动荡恐怕也在所难免。我们可以预见，在未来的转型期内，现存的许多腐朽体制将走向崩解，例如政治领袖的更迭、集权政权的垮台、积重难返的经济体系出现崩盘等等。当真相大白于天下时，一些国家和社会内部可能会经历剧烈的震荡和清算。这听起来很可怕，但想象一下，如果那些隐藏多年的黑幕，比如政府的秘密计划、金融体系的黑手操作、大企业的丑闻、人权侵犯等等突然被曝光，人们的愤怒将如何宣泄？近年来，我们其实已经看到苗头，例如跨国的丑闻调查、资料泄露事件此起彼落，大众对既得利益者的信任不断下降。或许再过不久，一些惊天的秘密将彻底撼动整个社会秩序，一时之间，旧有的权威坍塌，人们茫然无依，社会陷入混乱，这都是很可能发生的。在混乱中，难免会伴随暴力和冲突。当旧世界瓦解之际，一部分人也许会紧抓着过去的信念不放，他们拒绝改变，恐惧未来，于是可能以仇恨和攻击来面对改变。他们之中有些人将自取灭亡，无法跟上人类意识提升的脚步。相反的，也会有许多人在乱世中醒悟，选择团结互助，顺应新的浪潮。这就像大海啸来袭，有人徒劳地与浪潮对抗而被吞噬，有人则懂得趁势乘风破浪生存下来。大筛选之下，人性的善恶与智慧将受到终极考验。那些沉迷于自私、仇恨、贪婪的人，可能真的会被自己的业力反噬，失去继续前行的资格。而那些秉持爱与正直的人，将在艰难中脱颖而出，迎接新纪元。在预言中，朱莉还特别提到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元素——外星智慧。她声称，其实外星人早已存在并且造访地球许久了，
只是一直以来掌权者在极力掩盖这些事实。他预言随着科技发达，人人手握摄影设备，加上网络资讯传播迅捷，未来会有越来越多不明飞行物和外星生命的目击证据被公诸于世。那些曾被视为阴谋论的 UFO 事件将获得实锤，甚至政府可能不得不公开承认他们隐瞒多年的外星接触真相。更令人震撼的是，朱莉提到，如果人类企图做出真正失控且自我毁灭的举动，比如发动全球核战争，外星高级文明会现身介入，制止我们毁灭地球。也就是说，人类并不孤单，一直有更高智慧在暗中关注。我们就像叛逆期的孩子，而外星文明宛如隐藏的长者，必要时会出手相救，避免我们走向不可挽回的结局。其实，关于外星力量干预核武的传闻并非空穴来风。过去几十年里，不少退役军官声称在核武基地见过 UFO 干扰导弹系统的现象。他们描述，有不明飞行物一度让核导弹启动倒计时，又将其神秘关闭，防止了一场核灾难。这些故事未被主流证实，但如果属实，正好印证了朱莉的说法，在关键时刻，或许真有高级文明守护着地球，不让我们走上毁灭。当黄金时代到来时，人类很可能正式与这些来自星辰的朋友接触，从此迈入星际文明的行列。想象一下，那将是何等壮丽的图景！没有战争威胁，人类内部和谐共处，并且与外星邻居成为朋友，一起探索宇宙的奥秘。然而，达到这一步之前，我们必须先挺过眼前的暴风骤雨。大筛选的过程注定充满苦难与泪水。朱莉之所以痛哭，一方面是因为她预见了人类将承受巨大的集体创伤，无数生命将在变局中逝去，这种场景对她而言极其震撼和悲痛。另一方面，她也为那些灵性上无法跟上变革步伐的人感到深深惋惜。在她看来，每一个灵魂原本都有机会迎来新时代的洗礼，可惜有些人执迷于旧有的思维与执念，最终将与黄金时代擦肩而过。这有点像老师看着一群学生，本来大家都有考上好学校的潜力，但偏偏许多人不愿努力提升自己，结果被淘汰在最后的录取名单之外。朱莉作为一个充满爱心和使命感的灵媒，亲眼见到这样的场景，怎能不心如刀割？试想，那3天的濒死旅程中，他在天堂维度里目睹未来之事时，是怀着何等复杂的心情。天使让他看到了希望的金光，也让他看到了暴风雨般的动荡和惨烈。希望与悲剧交织，辉煌与泪水并存，这正是人类未来20年缩影。这位灵媒一边为未来美好的黄金时代感到振奋，另一边却为许多同胞可能无法熬过这场筛选而悲从中来。他的泪水是绝望吗？并不全然，更多的是悲悯与忧虑。他忧心那些无法提升意识的人将何去何从，悲悯那些还陷在仇恨和无名中的灵魂将错失多么珍贵的机遇。那么，这场不可避免的未来巨变，我们该何去何从？预言固然惊人，但预言的意义不在于吓人，而在于给人警醒与指引。朱莉和妮基这些灵媒之所以将讯息公诸于世，就是希望我们提前做好准备，调整自己的身心频率，以迎接未来的大考。所谓身心频率，听起来玄，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的思想、情感和行为所处的能量状态。如果一个人整天充满负面情绪，沉迷仇恨、嫉妒、贪欲，那他的能量频率就很低，与黄金时代的高频能量格格不入。在大筛选的震动中，低频的人可能更容易陷入恐慌、疾病乃至暴力，最后被乱流吞没。相反，如果一个人努力提升自我，心怀善意与真诚，追求真理与灵性觉醒，那他的频率就是越来越高。高频的人面对巨变时会相对冷静，有直觉引导他们避开灾难，并且能团结互助，与周围的人共度难关。可以说，提升意识，保持高频正向的心，就是我们每个普通人能为未来做的最好准备。回顾历史，每当人类面临大灾难或大转折时期，都会出现各种先知预言来警示世人。上世纪有著名的法国预言家诺查丹马斯，他的诗句中隐约提到20世纪末与新千年的劫难与新生。保加利亚的盲眼预言家龙婆万家也预告过人类将迎来光明未来，
但要先经历考验。而更早以前，玛雅文明的历法将2012年标记为一个周期的结束，许多人误以为那是世界末日。事实证明末日没有到来，但如今想来，玛雅历法的终点或许象征旧时代的结束和转型期的开始，恰好与朱莉预言的2012年至2032年觉醒之窗相吻合。古今中外这些预言之所以惊人的相似，难道只是巧合吗？还是说人类的潜意识早已隐约知晓这场大考正在接近，所以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都表达出了类似的预警？再看看东方的智慧传统，在印度教的宇宙观里，时间被分为4个轮回的时代，其中最后一个是充满斗争与黑暗的卡利时代 Kali Yuga， 之后将重回第一个黄金纪元 Satya Yuga， 完成轮回。许多灵性导师相信，如今我们正处于卡利时代的尾声，即将迎来新一轮的黄金纪元，这与朱莉等人的讯息何其相似。此外，西方占星学也指出，我们正从双鱼座时代过渡到宝瓶座时代。宝瓶座时代强调人文关怀、知识启蒙、团体合作，听起来像不像朱莉口中的黄金时代？种种迹象表明，不管你相信与否，人类文明正站在一次伟大的转折点前。当然，预言毕竟还只是预言，或许有人心存怀疑，真的会有什么黄金时代吗？要知道，过去也曾有不少世界末日预言最后被证明是虚惊一场，这次会不会也一样？尼基杜塔就特别强调，外界流传的许多预言其实未必会逐一成真，因为未来不是铁板一块，而是会因人类的选择而改变。自由意志的存在使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影响集体的走向。如果足够多人类选择走向光明、扬升意识，那未来也许不需要以最剧烈残酷的方式来完成净化，一些极端可怕的事件也许可以被减缓，甚至避免。简单说，预言的揭露不是让我们坐以待毙，而是提醒我们去改变。大扫除在所难免，但我们可以决定扫除的力度和伤亡程度。设想一种较为理想的情况，更多人开始觉醒与团结，愿意改革弊政，保护地球，彼此善待。那么大筛选的时候，或许人心不至于那么恐慌对立，清洗掉的主要是旧的制度框架，而不是数十亿的鲜活生命。在这种情况下，黄金时代的到来将更平和顺畅，失去的灵魂数量也许不至于无数那么惊人。我们完全可以把预言当成一面镜子，审视自己的内心，我们有没有什么执念与阴暗面需要清理？我们是否愿意抛下仇恨与贪婪，转而拥抱爱与真理？毕竟谁也不想成为那被淘汰的无数灵魂之一吧。谈到这里，我们再回头看看朱莉当初看到的画面。这位灵媒所哭泣的一周，既是为人类即将承受的苦难流泪，也是为人类最后的荣光而感动。他的故事给我们敲响了一记警钟。黎明前的夜晚最黑暗，但曙光终将到来。未来10年，人类可能会经历我们有史以来最剧烈的阵痛。这期间，我们每一个个体都将面对内心的抉择，是在混乱中迷失，还是在觉醒中重生？是在仇恨中沉沦，还是在爱中升华？或许多年后回首，我们会发现现在正是关键的分水岭，而这场大筛选就像是宇宙给人类的一次毕业考试，成绩优异者将晋级更高的存在状态，迎接文明的升级，未合格者则不得不留级重修，甚至被迫离场。朱莉的预言虽让人脊背发凉，但其中蕴含的希望之火同样炽热耀眼。黄金时代，那是一个多么诱人的远景啊！经历漫长黑暗的人类，终于将迎来一个充满真善美的世界，没有虚假欺瞒，因为真相早已大白；没有压迫剥削，因为爱与正义将成为新秩序的基石；没有环境破坏，因为人类学会与地球共生；战争成为过去式，各民族势如手足；疾病与饥饿大幅减少，因为科技和灵性智慧结合，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这不是乌托邦幻想，而是每个古老信仰中对未来美好时代的共同期盼，如今透过灵媒之口再次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渴望。最后，我们不禁要问，这个预言会实现吗？我们真的会在2032年后跨入黄金时代吗？答案只能交给时间去验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未来由我们当下的选择所塑造。我们可以选择无视灵性的呼唤，
继续在物欲和纷争中沉迷，那最终的结局也许如预言中悲观的一面，无数灵魂被历史的巨轮碾过，留下惨痛的教训。也可以选择从现在开始提升自己，关心他人，改善社会，为地球的疗愈出一份力。那么黄金时代就不再只是幻想，而会成为我们亲手创造的明天。也许有一天，当我们的子孙回顾这段历史转折，他们会庆幸先人们做出了正确的抉择。朱利普尔流下的眼泪，既是对人类的怜爱，也是对未来的寄望。让我们铭记这份预言的警示与祝福。黑暗逼近之时，也是黎明将现之刻。愿我们都能通过这场大筛选的考验，携手走进那个令人神往的黄金时代。在未来到来之前，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其实都掌握着一把钥匙，那就是爱与觉醒的力量。现在是时候用这把钥匙去开启人类的新篇章了。请问你准备好了吗？今天我们来聊聊为什么许多西方先知的预言一次又一次将目光投向中国。从几百年前到当下，一些著名的先知们都曾暗示，中国将发生的大事件会震撼世界，甚至中国本身将成为全球预言的中心。这听起来不可思议，但当我们深入探讨这些预言的细节，不禁要问，难道冥冥之中真的有某种力量，让不同时代、不同背景的预言家都再次点名中国？还是说，这一切只是巧合？让我们从头说起，抽丝剥茧，一起探索这跨越时空的谜团。故事要从400多年前说起。法国的诺查丹马斯 Michel de Nostradamus 是西方历史上最负盛名的预言家之一。他在公元1555年出版的《诸世纪》中，以4行诗的隐晦形式预言未来。后人惊奇地发现，他的许多预言诗对应了后世的大事件，如法国大革命、拿破仑崛起、希特勒之战，甚至2次大战的爆发与结局，都似乎被他言中。因此，诺查丹马斯留下的预言一直广受研究与讨论。然而，与中国相关的线索更加神秘，一直到1994年，人们才在意大利国家图书馆的古籍堆中意外发现一部署名诺查丹马斯的手稿，里面不是文字预言，而是80幅奇异的水彩画。据说这是诺查丹马斯晚年绘制的预言画稿，画中布满象征符号、字母、火烛、星辰，乍看云山雾罩。但其中有几幅画令研究者背脊发凉，因为它们似乎直接对应当代中国的场景。其中一幅画描绘士兵手持利刃砍杀僧侣，士兵身穿绿色军装，而倒下的僧侣象征着信仰和修行者。让人毛骨悚然的是，绿色军装几乎是现代只有中共军队才普遍采用的颜色。这幅图让人联想到中国近代发生的宗教与精神信仰迫害事件，例如对佛教僧侣、西藏高僧，乃至1999年后对法轮功这类气功团体的镇压。诺查丹马斯画笔下的士兵砍僧场景，仿佛在预示中国发生过的那场信仰浩劫，令人不寒而栗。更震撼的是另一幅画，一条东方巨龙，龙身呈绿色，头却是人头，正被熊熊烈火焚烧。在巨龙背后，依稀可见一座东方式建筑物的轮廓，有人辨认出酷似北京天安门城楼的形象。西方文化中的龙往往是西方龙有翅膀、喷火的怪兽，但诺查丹马斯特地画出东方式的长龙，这条龙身披绿色鳞片，令人联想到中共的代表色，头颅似乎象征着某位掌权者，火焰将东方恶龙吞噬殆尽。画面上的隐喻不言自明，天火烧龙，亡者伏诛，换句话说，就是天灭中共。这幅画被解读为预言，在未来某个时刻，统治中国的共产政权将遭天谴灭亡，犹如人头恶龙被烈火烧毁一样。试想一下，这些画作如果真是诺查丹马斯所绘，那意味着在距今400多年前，一位法国先知已经看见了21世纪中国发生的事件，包括共产集权对信仰的镇压，以及最终这条红色恶龙的覆灭。这让西方许多预言研究者惊呼不已，难道中国的命运早就写在历史的笔墨中？更离奇的是，诺查丹马斯在诗集中对东方还有一些文字预言。我们知道他经常以隐喻方式描述人物和国家，例如称拿破仑为来自科西嘉的帝王，称希特勒为希斯特 Hister 等。而在多篇预言诗里，他提到东方出现一位非同寻常的人，其中一首诗写道：
一位东方人将离开他的家乡，穿越天空、海洋和冰雪，用他的权杖唤醒世人。另一首提到，东方的贤者将带来全世界的改变。许多解读者认为，诺查丹马斯暗示在历史的今天，也就是21世纪之交，会有一位来自东方的伟大人物出现，给世界带来思想或精神上的觉醒。这让人不禁联想，会是谁呢？是某位东方的精神领袖，亦或引领中国变革的关键人物？诺查丹马斯没有指名道姓，但东方圣人的意象一直引人遐想。除了人物和图像之外，诺查丹马斯对当今时局的预警可能还包括战争。有研究者把他的预言诗与年份对照，发现他在某些诗句中提到了7个月的大战争和7艘船的海战等等。有人将这解读为2026年前后，东亚海域可能爆发一场持续7个月的激烈冲突，甚至涉及多方舰队的海上对峙。巧合的是，如今台海与南海局势紧张，各国军舰在亚洲海域你来我往。如果未来真有7方势力、7艘战船在此交锋，那和诺查丹马斯诗中描述的场景何其相似。另一段广为人知的诗提到东风将席卷西方，许多人认为这预示东方势力可能指亚洲或中国的崛起和对世界的重大影响。当我们把这些线索拼凑起来，一幅图景浮现。早在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就有先知预见了一条巨龙，象征中国政权兴起于东方，并最终陨落。还预见东方的力量和人物将深刻改变世界的走向。从诺查丹马斯所处的16世纪跨越到20世纪，在西方出现了另一位被誉为先知的人物——艾德加·凯西 （Edgar Cayce）。他被称为沉睡的预言家，因为他常常在自我催眠的沉睡状态下为人解答未来。据称一生留下了1万多条预言记录。凯西的许多预测后来都得到验证。他预言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经济大萧条、印度独立、以色列建国，甚至预言了苏联会在几十年后放弃共产主义等等。在众多预言中，关于中国的预言最让后人玩味，因为内容实在令人意想不到。凯西早在1920年代就提到了中国的未来。在1925年1月的一次阅读预言解读中，他主动说出一段让在场者莫名其妙的话：中国将有非常特殊的日子，他会通过缓慢的成长来保存自己。有一天他将醒来，剪掉辫子，开始思考并实践。要知道，1925年的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和社会动荡中，剪掉辫子象征摆脱清朝传统，走向现代化。凯西仿佛在形容中国正在酝酿一次觉醒。而更惊人的是，他接着预言，有一天，中国那里将成为孕育斯基督教的摇篮，并将其应用于人们的生活中。是的，对人而言那是遥远的，但对神而言很快很快，中国将醒来。这段话让当时的西方听众大为震撼又困惑。中国成为基督教的摇篮，这怎么可能？因为基督教发源于中东，西方盛行了上千年，与中国传统格格不入。何况在20世纪初，中国的基督徒寥寥可数，整体国力衰弱，凭什么成为世界精神信仰的中心呢？如今回头看，凯西所言或许并非字面意思的基督教传到中国，而是指一种类似基督精神的觉醒和新文明将在中国诞生，影响全世界。一些学者认为，凯西限于当时的语言体系，只能用基督教来比喻未来出现在中国的伟大信仰运动或精神理念。他强调对神而言很快，似乎预示在上帝眼中不出几天，象征不久的将来，中国就会苏醒。在历史的长河里，几十上百年确实不算长。我们不妨联想到现实，中国确实在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197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综合国力崛起，被视为沉睡的狮子苏醒。这是否对应了凯西预言中中国将缓慢成长并保存自己，然后醒来的一段？而在精神文化领域，中国自90年代以来也涌现出许多新的思潮和团体。例如1992年起源于中国的气功修炼法轮功，一度吸引上亿人修习，其核心理念强调真、善、忍的道德提升，这颇有宗教复兴的意味。还有地下家庭教会的兴旺，数千万人信奉基督教，新教徒的人数甚至接近西方大国。可以说，在物质发展的同时，
中国社会的精神追求也在暗流涌动。有人把这解读为对凯西预言的印证，中国正在孕育属于自己的灵性觉醒。这种觉醒一旦成熟，将对全人类产生深远影响，犹如当年的基督信仰改变西方一样。除了长远的精神预言，凯西对中国短期的命运也有惊人之语。在1927年的一次预言中，他提到一些非常的事件正发生在中国人和日本人身上，一些来自外星的力量正在干预并已得势了。这段话当时的人更加听不懂，外星力量，中国，日本。6年后，历史给出了部分答案。1931年至1937年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和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东亚经历了腥风血雨。如果把外星力量理解为超越寻常人性的邪恶势力，那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确实如同魔鬼附体。而凯西预先感知到东亚浩劫的来临，无疑再度证明了他预言能力的不凡。值得注意的是，他在预言侵华时用的是非常的事件，外星入侵这种词汇，仿佛暗示这场浩劫不仅仅是人间权力之争，背后还有更深层的因果与超自然黑暗。在预言的语境里，中日之战是人类意识与罪业的一场了断，这又让人联想到今天中共政权对内镇压、对外扩张所引发的国际担忧。许多人觉得其中夹杂着一种邪恶意识形态的扩散。难道凯西早就看见了东方巨龙背后潜藏的阴影？更耐人寻味的是，凯西在二战结束前预言了苏联会摒弃共产主义。他说俄国有一天将摆脱无神论的桎梏，成为希望之地。几十年后，苏联果然解体，俄罗斯放弃了共产集权体制。这预言的实现令世人叹服。那么，人们不禁要问，既然凯西预见了俄国的转变，他有否暗示中国的一党集权也会走向终结？虽然他没有明言中国政治制度的变革，但前面提到他对中国觉醒和精神复兴的描述，可能隐含着同样的逻辑。中国终将甩开禁锢，进入全新的境界，或许包括政治自由、社会开放，从而真正以文明古国的底蕴引领世界。这样的中国一旦出现，必将震动全球，与凯西所说的摇篮预言相呼应。20世纪中后期，预言界另一颗明星是保加利亚的盲人灵媒巴巴万加巴巴旺嘎，绰号盲眼龙婆。他因曾成功预言一系列大事而闻名，包括苏联解体、库尔斯克号潜艇沉没、911恐怖攻击等，被称为巴尔干半岛的诺查丹马斯。在他留下的未来预言中，也有多处涉及中国，使得世人不得不注意。首先，巴巴万加早在上世纪就预言中国将崛起为世界超级强国。他曾断言，在2018年左右，中国会超越美国成为新的全球领袖，这一点在媒体上广为流传。事实上，到2018年前后，中国虽未全面超越美国，但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2，许多领域如制造业、贸易等方面都达到全球第1的地位。中国的科技实力和军事力量也飞速提升，国际影响力日增。可以说，巴巴万加的这条预言在时间节点和大趋势上相当切合。过去几年，世界见证了所谓中国时代的到来，许多人惊叹于中国的飞跃式发展，这仿佛正是他眼中东方巨龙称霸的开始。然而，万加对中国的预言并非只有光鲜的崛起，还有伴随而来的巨大动荡，特别是对未来几年的描述更是令人心惊。他警告说，在2026年，和平将被打破，世界将陷入混乱。根据外界整理他的预言内容，2026年将出现3重灾难夹击，地缘政治冲突、气候危机加剧，人工智慧带来的影响，共同动摇人类社会。而在地缘政治方面，他最骇人听闻的预言是，第3次世界大战的火种将在2026年点燃。万加指出，这场大规模冲突将涉及世界主要强国，战火将从东方开始，然后蔓延到西方各州，引发长期的全球紧张与动荡。听起来，这几乎就是在形容世界大战。那么，东方哪里会点燃战火呢？根据一些转述，万加点名中国，称中国将并吞台湾，导致俄罗斯与美国之间爆发直接对抗。简而言之，中国大陆以武力统一台湾，成为导火索，把美俄2大核武强国都卷入冲突，从而升级为第3次世界大战。这段预言如果对照当今局势，令人不寒而栗。台海冲突
确实是现今最有可能引爆大国对抗的火药桶之一。万家在20多年前就预见了这点，难怪随着当前中美关系紧张，台海风云诡谲，他的预言又被翻出来，引发全球媒体讨论。除了战争，88万家还预言2026年将伴随重大天灾和科技引发的挑战。他提到地球可能遭遇连串自然灾害，强震、火山、洪水、海啸此起彼伏，极端气候肆虐，全球约 8% 的地区会受双重灾害打击。同时，他说人工智慧 AI 的崛起将在2026年达到关键点，人类社会可能被 AI 全面渗透，甚至开始质疑如何摆脱智慧机器的控制。在预言中，这一年仿佛是人类面临多重考验的关键转折点。更离奇的是，万家似乎还提到外星人将于2026年现身。他说人类会在那年11月与来自宇宙的智慧生物有首次接触，一艘大型太空船将降临地球。这听起来几乎像科幻情节，但也凸显出他眼中的2026年有多不平凡。天上地下，各种不可思议的事都可能发生。当然，关于外星接触的说法，大多数人持保留态度，但战争和灾难的预警却不能不令人担心。试想，如果2026年真如万家所言，台海爆发战端，美俄卷入对抗世界强权撕裂战火，那将是2战以来人类面临的最大危机。中国作为其中的主角，无疑成了左右全球命运的关键，而中国大事件将震动世界这句话也会以最残酷的方式应验。令人背脊发凉的是，万家曾准确预言2022年的极端气候，当年英国等地爆发大洪水以及其他年份的事件，他的部分预言命中率相当高。如果他对2026年的预见也是真知灼见，那么我们正处在风暴前夜。值得一提的是，万家还曾预言俄罗斯在2026年出现新的强人领袖，并称这位领袖将被冠以大师或世界领袖的头衔，在该年崛起后掌握主导权。这耐人寻味，如果把他和中美冲突联系，是否意味俄罗斯会在某种关键时刻改变立场或出现内部变局？毕竟，目前俄罗斯与中国走近，但未来若领袖更替，也可能影响中俄美之间的角力平衡。万家的这些片段预言仿佛一块块拼图，组合起来就是一幅世界巨变、东西对峙的图景，而中国是这图景的引爆点之一。以上我们谈到的诺查丹马斯、凯西、88万家，年代各不相同，但都有意无意地点明了中国。而更有意思的是，当代还有一些西方预言家和灵媒，直接把中国作为预言的主角，仿佛历史在呼应西方先知再次点名中国。现在，我们就看看近年来几个引人关注的西方预言如何刻画中国即将发生的大事。首先不得不提的是英国的灵媒克雷格·汉密尔顿·帕克，通常简称为帕克。这位英国预言家因为成功预测了一些重大事件，如英国脱欧公投、美国川普当选而走红。他近年频繁在自己的节目和访谈中谈及中国，甚至可以说，帕克的未来图景里，中国是最关键的变数之一。帕克对中国的预言主要集中在2方面，一是对外的军事冲突，二是对内的政权变革，两者相互交织。帕克在2024年初曾公开表示，他在灵视中看到了台湾附近将有刀光剑影。他具体描述，在台湾周边一些有争议的小岛上可能发生武装冲突，我感觉有人拔出了刀剑，好像中共夺取了你们的一个岛屿。这暗示大陆可能对台湾外围的小岛，例如金门、马祖或南海岛礁，动手发生局部军事冲突。他强调自己不认为中共能征服台湾，但某种军事行动在所难免。帕克推测，这场冲突的导火索很可能是一场意外。他以前曾预言过可能有飞机撞击事件或者潜艇相撞等等。现在看来，台海上空和海域的中美中台军机军舰对峙频繁，一次走火误判就可能酿成严重冲突，这和他的预感不谋而合。我感觉其中一次会出事。当冲突出现时，帕克预见台湾新的领导人将态度强硬，坚定捍卫主权。同时，他看到了日本和澳大利亚的介入，日本会在技术和情报上给予台湾大量协助，甚至与台湾共享先进的防空技术。澳洲则可能直接派出军舰进入相关海域支援。这些预测非常具体，
也符合目前国际形势的走向。日本近年来积极强化对台合作，澳洲也越来越关注台海安全，并与英美组建 AUKUS 同盟。如果未来某天中国大陆与台湾爆发小规模战事，而日本、澳洲乃至美国卷入其中，那将印证帕克所言，也正是88万家口中的世界主要强国卷入的冲突。所幸帕克认为冲突未必演变成全面征服战争，中共可能只是在周边寻衅，但不管怎样，这足以把全球推到战争边缘。短暂的几周或几个月的军事交锋，都将严重冲击全球市场与安全格局。这难道不正是震动世界的大事件吗？不论胜负如何，光是中国和美日澳在西太平洋直接对抗，就会是二战后前所未见的剧烈变局。帕克对中国的预言更令人瞠目的是内部巨变部分，他直言不讳地多次预测中国执政的共产政权将走向崩溃。在他的远见中，他看到了中国经济出现严重问题，埋下政权不稳的种子。比如，中国近年房地产和债务风险积累，经济增速放缓，可能引发社会不满。一旦物质生活不再增长，人们对统治者的容忍度就会降低。帕克感觉中国的统治基础相当脆弱，政府维持稳定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来自持续数十年的经济繁荣和民众物质生活改善。如果经济一旦陷入困境，人民对政权的态度可能急转直下。他预言，最终中国会分崩离析，解体成多个较小的国家或自治区。这种说法听起来石破天惊，因为当代中国在地图上是一个幅员辽阔、统一的泱泱大国，怎会突然分裂？但帕克描绘了一种可能的结局。当中央政权崩溃后，广大的中国版图上不同地区可能趁势取得自主。例如，他提到香港将再次获得自由，有望成为独立或高度自治的城市国家；西藏也将解放，脱离北京的控制；新疆、内蒙等少数民族地区或许出现类似情况。最终，中国本土将分裂为数个新兴政权，各自治理，但他们之间可能组成一种类似欧盟的松散联盟，在民主基础上合作共处。帕克甚至引用了孙中山先生早年的一些理念，因为孙中山曾设想过建立中华合众国或邦联制，允许各省自治联邦。这或许就是帕克认为中国未来会走的路，先是统治崩解，继而在新的民主原则下重组。试想，一个统治中国大陆超过70年的政治体制土崩瓦解，13亿以上人口的国家秩序被改写，这将对世界造成何等冲击？东亚地缘格局将彻底变样，全球经济链条瞬间断裂重组，各大国势力范围被重新划定。冷战结束时，苏联解体都已经造成巨大波澜，而中国的体量比苏联更大，与世界的联系更深。倘若真按帕克预言那样四分五裂，将是近代以来最震撼的地缘政治事件，完全称得上震动世界。帕克并未给出确切的年份，但在不同场合他暗示这个进程已经开始倒计时。他提醒要注意未来几年的经济动荡和权斗，可能在2025年前后出现关键转折。也有解读认为他所说的清算之年是指2026年，届时若中国陷入战事与经济危机的双重压力，政权可能走向冰川式崩塌，即表面僵硬稳固，内里却在断裂消融，终于在某个时刻轰然垮塌。当然，预言毕竟只是预测，但帕克的话已经引起许多关注中国局势人士的讨论。这会不会是一个惊人的先见？除了帕克，还有其他西方的预言先知近年来对中国发出了惊人之语。例如英国的托米·阿拉约米 Tommy Arayomi， 一位自称得到神启示的先知型牧师，他在分享的信息中多次谈到中国，甚至直接以圣经意象来比拟。他曾问道，埃及的十灾是否要降临中国？他指出，在圣经故事中，埃及法老因奴役以色列人而遭上帝降下10场灾难惩罚，而如今中国也出现了一系列离奇的灾异，从史无前例的洪水泛滥、云南的异常虫害，到天空出现奇怪的云与光等等，这些都像极了十灾的现代翻版。鱼群离奇大规模死亡，漫天诡异白色昆虫飞舞，城市上空惊现血红色天空。这些近年中国各地报道出的奇事，被阿拉约米解读为上天在警示与惩戒。他认为中国近年的厄运并非偶然，而是对其统治者的警告，就如同古埃及法老不肯释放奴隶，上帝用灾祸迫使其低头一样。
这种将中国近期的天灾异象宗教化的诠释颇具争议，但不得不说，在预言的语境下，他强调的依然是中国式末世剧情的关键。阿拉约米还曾分享他对台湾局势的预感，他说自己在异象中亲眼看到中共对台湾的侵略计划，仿佛影片在眼前播放。他据此发出预言警告，台湾将面临最后的军事冲击。这与帕克、万家等人的预测不谋而合，不同的先知从不同角度都指向台海冲突这个未来可能的巨变点。当多个来自西方的独立预言渠道都不约而同聚焦于中国与台湾，我们不能不感到心惊。也许这真是一个正在酝酿的大劫难。值得注意的是，阿拉约米和其他一些西方宗教预言家经常引用圣经启示录来解析现今局势，其中一个经典意象就是大红龙。启示录第12章描述末世出现一条大红色的龙，肆虐一时，最后被天使击败。许多基督教思想家将这红龙比喻为邪恶政权或撒旦势力的象征，而近代以来，不少人直接把红龙影射到共产主义政权。共产主义常用红色旗帜，尤其中国的执政党徽章中就有一条红龙形象，且中国古文化里皇权也以龙为象征。于是，在某些预言诠释中，启示录的红龙就被看作是红色中国政权的象征，其最终命运是被天降之力所毁灭。这个解读跟前面诺查丹马斯画稿中天火烧东方恶龙的含义何其相似，东西方不约而同画出了恶龙末日的图景，令人不胜唏嘘。此外，启示录第16章还提到末世之战，东方的众王将率领2亿大军横跨干涸的幼发拉底河，参与最后的大决战——哈米吉多顿之战。当这段经文在20世纪被重新审视时，人们惊讶地发现，古往今来能动员2亿军队的，现实中似乎只有拥有14亿人口的现代中国。尤其在60年代，中国正式建立了人民解放军的庞大武装。在对照圣经里来自东方的2亿军兵，很多圣经学者开始猜想，难道启示录早已预见了东方将有一只空前绝后的雄狮？而那东方众王是不是指中国及其盟友在末日时参与全球战争的角色？如果这种解读成立，那么连2000年前的宗教经典都把中国或东方大国放在了结局时刻的核心位置。西方的信徒们读到这里，也会不由自主地把目光投向现代的中国，因为他们相信那关乎全人类命运的剧目很可能会以中国势力的动向为引线。纵观上述种种，无论是古老的诺查丹马斯、近代的凯西与万家，还是当代的帕克与其他预言家，他们的视线最终都交汇在一个焦点：中国。几百年前的预言画像描绘了中国的巨变，几十年前的梦话呢喃预告了中国的觉醒，而眼下的种种神秘信息更是直截了当地谈论着中国的战争与变革。这些来自西方的声音，有的警示灾祸，有的展望希望，但都不约而同地在说，中国即将成为决定世界走向的中心。或许有人会质疑预言究竟能信多少？确实，上述内容有的是后人牵强附会之论，有的是捕风捉影的解读。然而也无法否认，这些预言中的许多细节与现实走势之吻合，超出了巧合的范畴，令人生出几分敬畏之心。假如预言真的灵验，那我们正处在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而中国恰恰站在十字路口的中心点。为什么西方先知再次点名中国？也许从现实分析，他们看到的是世界权力东移的趋势。21世纪的国际秩序中，中国举足轻重，因此任何全球性事件都绕不开中国，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有中国参与或引发的事件，往往就具有全球影响力。比如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成为拯救经济的重要引擎。又比如2019年底爆发的新冠疫情从中国蔓延全球，改变了整个世界的轨迹。当今的中国早已不是古代那样闭塞孤立的存在，而是深深融入全球化的体系里。因此预言家们聚焦中国，也许正是反映了这种国际现实。牵一发而动全身，中国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带来连锁反应。预言只是换了一种语言，讲出了地缘现实的重要。然而许多先知预言中的中国角色并非只是普通的大国崛起那么简单，他们赋予中国某种宿命般的意义，要么是灾难的引爆点，要么是救赎的希望之源。在他们的叙事里，
中国仿佛背负着全球的因果，将在关键时刻拨动历史天平。这种带有命运论色彩的观点，或许来自东西方长期文化积淀的奇妙共振。毕竟，中国本身也有大量古代寓言，从推背图、烧饼歌到刘伯温碑文，无不预示着朝代循环与末世浩劫。那些古老汉语写就的预言，几乎都指向一个结局：在经历大动乱、大灾劫后，中国以及世界将迎来新的圣人出世，新的太平盛世。这与西方预言家口中的剧本惊人的相似，只不过西方人用的是他们熟悉的意象，龙、兽、上帝等，中国人用的是自己的符号，天灭、圣人、太平。当两边的预言内容开始印证彼此时，我们仿佛看到了一种穿越文化的神秘力量，它在不同语言的预言中都指明了同一个方向。如今，许多西方预言研究者也开始研读中国的预言典籍，因为他们意识到，要解开未来的谜，也许中国的线索不可或缺。正是这种东西方预言的交汇，使得中国被推到了全球预言中心的位置。换句话说，全世界关注未来的人，如今无不在关注中国，期待从中找出印证预言的蛛丝马迹。那么，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些缥缈难测的预言？2026年的大门已经打开，我们正走入那些预言描述的时间点。未来几年，也许正是验证预言真伪的关键期。倘若真的如预言所言，中国会发生惊天动地的变局，无论是战争、政权更替，还是精神复兴，那我们这一代人将亲历历史巨变，见证预言成真。到那时，回头看这些先知的话语，或许只剩下叹服与钦羡。原来一切早有迹可循。然而，如果这些预言终究只是传说，中国没有迎来剧烈风暴，而是继续在复杂的挑战中前行，那么这些故事也至少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更加珍惜和平稳定。预言的价值也正在于此，它让我们保持警醒，去思考如果最坏的结果可能发生，我们该怎么办，以及如果最好愿景能够实现，我们该如何努力。可以确定的是，目前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前所未有，一个中国的变数可能改变整个世界的方程。西方先知们再三提及中国，也让更多普通人开始重新审视这个东方大国在全球舞台的角色。我们或许正在走向一个历史关口，在那里中国将扮演决定性的主角。当命运之轮转动时，预言中的场景也许会一一展开。台海局势是否如预警般恶化？北京政坛会否出现意料之外的巨变？14亿人民将经历怎样的考验与蜕变？而这些又将给整个人类社会带来怎样的冲击和反思？让我们带着理性与谦卑，继续观察时局的演变，同时回想这些横跨数世纪的预言之声，也平添一份宏大的视角。我们终将迎来答案揭晓的那一天。也许届时回望，我们会说，原来如此，原来诺查丹马斯的龙真的燃烧了，原来凯西口中的中国觉醒真的到来了，原来万家警告的战火真的燃起又熄灭了，原来帕克看见的自由新生真的破土而出了。又或者，我们将庆幸地说，虚惊一场，预言终究只是预言，我们用智慧与努力避开了最坏的命运。在这未定的将来，每一个置身其中的你我，都是历史剧本的书写者。我们虽渺小，但正如那些先知的启示所暗示的，人类并非全然受命运摆布。预言的意义在于提醒与选择。当全球的目光都聚焦于中国，我们期待见证的不仅是预言的实现，更是人类共同谱写新篇章的契机。无论风暴将至还是云开日出，中国这片土地正承载着前所未有的期许与挑战。让我们拭目以待，历史的下一幕即将展开，而预言的回声也许就在耳畔回响。东方巨龙的命运将牵引世界的未来。